老川又认怂了。本来他想以总统之位强压加州，没想到却惹翻了半个美国。点火容易，这救火可难了。再过5天，他将收获一个终生难忘的79岁生日。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9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咱们就聊老川和纽森对决的专题。老川这次又怂了。首先呢，这次我们把所有的媒体报道，我梳理了一些重点给大家来分享。最后我再说一下我的观点。有人讲老川的性格怎么可能认怂啊？咱们先看今天的报道。我感觉老川可能已经回过味儿来了。如果再这样激化矛盾，他可能会成就纽森。纽森正在准备2028年的总统大选呀。如果说他成为了抗暴的英雄，你这不是给人加分吗？咱们看一下媒体报道。据美联社报道，标题是特朗普不再称洛杉矶抗议活动为叛乱。他这个活动就是今天说的。川普周一在白宫与商界领袖举行的投资美国圆桌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的语气有所缓和。他说：“我不会再称洛杉矶抗议活动为一场叛乱，我不会称其为真正的叛乱，但它有可能会引发叛乱。我的意思是，昨晚发生的事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我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国民警卫队的表现令人惊叹。”实际上他几个小时前呢，他还在戴维营在那个飞机上讲说，本次洛杉矶的事儿是一场叛乱，那些人是职业的煽动者。几个小时立场回撤，这不就是认怂吗？除了他认怂他底下的小弟跑得跟他一样快。咱们看一下媒体报道。霍曼在周一的中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试图澄清他并没有呼吁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霍曼说没有讨论过逮捕纽森的事，但是呢，他在周六告诉 NBC 新闻，任何阻碍洛杉矶移民执法的人都可能面临逮捕，包括州长和洛杉矶的市长，说他们的办公室没有豁免权。周六说的，今天周一一看这老板后撤了，他心想，大哥你撤这么快，你把我放前面什么意思我跟你一块撤吧。今天又不逮捕了。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俩人他为啥撤了呢？咱们还是原汁原味的分享别人的观点。好，接下来他面临的是一个法律的诉讼。然后呢，工会领袖就是上次逮捕的那个大卫今天也释放了，这个算是一个立场软化的实证。除了说的行动上也软了。咱们看一下媒体的报道。据美联社报道，加州服务雇员工会 David 在本周末的工地上被联邦特工逮捕，现以5万美金的保释金获释。加州工会主席叫 David 上周一在突袭中被捕，周一在保释后发表了讲话。他是这么说的当局想拿我杀鸡儆猴，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面对，我不会孤军奋战，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和社区与我同在，我知道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能胜利。他还强调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并呼吁世界保持相应的行动。我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我们需要确保为我们中最脆弱的群体而战。人也放了，语言上也认怂了。接下来我就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这件事儿他可能会把自己卷入一个总统违宪的事件。再往下看。据 CNN 的报道，加州就洛杉矶国民警卫队并被动员起诉川普政府。这个起诉呢是在洛杉矶的是在旧金山的联邦法院，将川普总统、国防部长塞克塞斯美国国土安全部列为被告。
等于是2个个人和1个部门列为被告，他们无权部署国民警卫队。然后加州总检察长发布会上说，川普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的行为没有必要，适得其反。最重要的是，他违法了。这是加州第19州内针对川普政府提起的第24起诉讼。然后邦他表示，该命令滥用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违反了第4修正案和联邦法律。他还表示，川普发布该命令未经州长纽森签署，违背了当地执法部门的意愿。这事儿搞大了。如果说发展下去，这就是总统违宪。没想到你给自己戴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帽子。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议会、众议院、参议院的议员都发表了什么看法。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菲里斯今天表示，川普故意激化了局势。纽约州民主党议员说，他支持美国人和平抗议的权利。第二，咱们看一下前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他的观点。佩洛西称，川普逮捕纽森的建议是威权主义的标志。这是美国 CNN 报道的啊，是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南希·佩洛西表示，川普总统建议边境事务管理主管汤姆·霍曼逮捕加州州长纽森，这是威权主义的标志。而且他加剧了局势，煽动了暴力。现在美国总统竟然说，仅仅因为不同意这些行动，他就要逮捕一位现任美国州长，这是威权主义的标志。再往下 CNN 报道，参议员亚历克斯在 X 表示，川普要逮捕纽森是一种卑劣的恐吓行为，这是专制政府的行为。这位来自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说，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然后呢，他说，纽约和洛杉矶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川普的伎俩，制造危机，挑起暴力，以转移人们对可怕新闻的注意。我想这个可怕新闻就是他的第一密友曝光的那些料的事儿哈。还没完，还有啊，代表圣地亚哥的加州众议员雅各布他说，部署海军陆战队是严重的滥用权力，类似于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独裁者的做法，为戒严或全面独裁奠定了基础。好，下一个众议员代表内陆帝国的加州众议员托斯雷指出，海军陆战队的动员可能会加重局势，军事力量无法压制美国人的正当诉求。洛杉矶不是战场，我们的社区值得尊重，而不是军事力量。接下来呢是川普的老家佛罗里达的众议员叫亚里杭德，他说的，特朗普正在升级局势。另外呢是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表示，我认为川普一直梦想着将军队政治化，并用它来对付他眼中的美国左翼势力。然后他指出啊，这就是指到了双标了。他指出，在1月6日骚乱发生的时候，川普不会出动国民警卫队，而在洛杉矶警察局表示已经控制住抗议活动后，川普这次却出动了国民警卫队，这双标吧。再往下，加州众议员马克辛说，我认为川普实际上是这一切的煽动者。他在接受 CNN 记者专访时指出，总统知道自己无法实现竞选时的承诺，因此他要向 MAGA 支持者说，看，我正在努力工作。接下来重头戏来了，这也是一件大事啊。6月8号，22位民主党籍州长发表联合声明，这22个里面并不包含加州，如果加上加州应该是23个。22位民主党籍州长的声明强烈谴责川普决定向加州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声明中称，川普总统动用加州国民警卫队的决定是对权力令人震惊的滥用，各州州长才是本州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联邦政府若在未经州长协商的情况下，在其辖区内单方面调动国民警卫队，既低效又危险。声明还对国防部长日前提及的可能部署
海军陆战队前往洛杉矶的言论表示担忧。声明指出，自1965年以来，美国总统尚未在未经州长请求的情况下在国内部署国民警卫队。尽管加州州长纽森本人未在声明上签字，但声明最后对纽森呼吁保持抗议的和平表达了赞赏。声明人签署人包括纽约州长、宾州的州长，就是摇摆州那个州长，还有是密歇根州的州长，以及24年的副总统候选人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兹。这23个州的经济实力是碾压红州的。如果说有一天，咱不说南北对立，就是红蓝如果对立的话，蓝方不上税，你红州啊，你吃什么？再往下看，加州本身啊还是很硬的。纽森说，我希望美国永远不会看到这一天，不管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这都是我们国家不能跨越的底线，这是迈向威权主义的明确一步。他还说，在洛杉矶使用军队是独裁行为，在美国人民的土地上展示言论自由之际动用海军陆战队是非美国的行为。然后他今天下午在 X 说，他们不应该被部署到美国领土上，面对自己的同胞去实现独裁总统的疯狂幻想。州长批评川普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并且分享了士兵睡觉的照片。这个照片我也看了，这些士兵呢是横七竖八睡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他说他们没有水，没有食品，也没有燃料，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士兵的生命。这毫无公共关系的危险，而且为了满足一位危险总统的虚荣心，这是鲁莽的、毫无意义的，也是对我们军队的不尊重。除了州长，市里边也不再配合老川。咱们再看报道，这是 CNN 的报道，移民协议终止。位于洛杉矶县的格伦戴尔市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市将终止与国土安全部和 ICE 的协议，不再将拘留者安置在当地的警察局。该市表示，自2007年以来一直维护这个设备，但是呢，该市强调，我们不再执行这个合同，也不再参与移民执法。这关人的那个城市啊，不再收人了啊，市里边还是向着这个州里边，不再和联邦合作。再往下看，刚才说的啊是议会和政界的，接下来是军方的表态。据美国北方司令部称，约有700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派遣去帮助该地区的联邦人员和财产。然后呢，北方司令部今天宣布已启动了700人啊。他说的很清楚，我认为这个声明呢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后勤，但并不参与逮捕和执法。咱们再看一下啊，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了啊，因为他们是负责北美大陆，虽然说叫北美司令部，它是负责整个北美，包括加拿大、美国和这个墨西哥的，实际上它是负责3个国家的防务。他们这个声明啊，其实你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我作为国民警卫队，现在归总统管理，你让我出，我肯定要出动，但是我只出动了700人。你不是说让我部署2000吗？我先出动了700人。第二呢，他也是在观望，在声明中啊说得很清楚，我们只负责后勤，不负责抓捕，也就是出人呢，他不出力，他不想被当枪使。因为今天周一，加州已经将总统啊告上法庭了。如果法院判总统违宪，那我这些军人不会被你绑上战车，我出去了，但我没出力。再往下，那就是教会的活动。刚才咱说了，政界和军方的社会各界啊，也没饶了老川。咱们先来分享一下 CNN 报道，洛杉矶的大都会社区教堂牧师露西亚，他与抗议者一起啊也上街了。他倒没站在警察这边，他站在抗议者这边了。
他说我要对 ICE 说，不要管我们，周围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们也没有伤害过我。洛杉矶的情况与外界流传的入侵言论并不相符，因为洛杉矶有大量移民。他说你看，我们不是一群入侵者，不是摧毁城市的人，我们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我们的所有人都是。在美国，你千万不要低估了教会的力量。如果教会牧师总体联合一来啊，这个人数是超过半数的。美国75%是基督徒。这牧师上场了，你警察敢开枪吗？好，再往下呢是各地工会要求释放大卫的抗议活动正在波士顿、匹兹堡、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及康涅狄格、华盛顿、纽约各地举行啊。在华盛顿特区，劳工领袖们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外抗议，人们高呼释放大卫，并举着印有大卫头像的标牌。这就想起了2020年的那个弗洛伊德，他本来是个犯人啊，在假释期间喝酒被警察压着过程中呢，他意外死亡了。他本来是人品没什么可圈可点的，但现在人们一想起他来，他却成了反抗这个暴力执法的一个招牌人物。有人还给他塑了一个像，你看吧，这个大卫工会主席啊，名不见经传，但是经过这一次冲突，他有可能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民权领袖。老川不等于制造了一个对立者吗？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对立者。工会管理的、服务的，就是那些蓝领，他们手里啊都有选票。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洛杉矶县联合工会主席惠勒表示，我们是工会，当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时，没有人可以介入我们之间。他不应该被拘留，他到工作现场是为了被恐惧的人伸张正义。再往下是代表数千个工会的加州联合工会主席冈萨雷斯表示，加州与移民并肩前进。然后呢，无论你来自哪里，他的目标是保护所有的工人。再往下是美国农场工人联合会主席罗美说，抗议不仅仅是为了大卫，也是为了其他被拘留的移民。我们需要继续战斗，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我们的社区需要他们，这是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所有移民都在这里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做出了贡献。出席这个活动呢，还有当地的几位民选官员和当地的议会议员，以及加州移民政策中心的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人啊。就连川普的那个大厦，纽约川普大厦也发生了抗议活动，旧金山、华盛顿呢都有这个抗议活动。接下来呢，我就告诉你5天以后老川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局面。因为5天后他原计划是要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活动，正好那天也是他的生日。现在啊，有一个组织叫无国王日，他们在同一天要在美国全境组织反对川普的活动。这个活动组织者将其定义为全美反抗日和无国王日。其官网声明，从城市街区到小镇的村落，从法院的台阶到社区的公园，我们将以行动抵抗威权主义，向世界展示民主的真谛。我们不为满足某人的虚荣而聚集，而是要建立超越个人的行为。美国不属于川普总统，它属于全体国民。我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感觉呢，这是美国的主人要给打工仔啊以正视听，要分清楚自己的是谁。美国民众投票选你当总统，你是来打工的，不是这个国家的国王。本次的主题是无国王日。既然是总统，民选官员，你必然要在最高法院和议会的监督下去工作。你工作不合格就有可能被弹劾。如果违宪了，法院就要来纠偏。好，最后是我的观点啊，刚才说了半天都是别人的，我的观点很简单。这次老川呢，他得罪的人可能超过半数个美国，这里面包括了议会
整个的兰州军方、教会、工会反对者多，而支持他的人很少。咱们看一下，最近支持老川发声的国情目前没有发生。至于说那个副总统啊，只是简要说了一下，并没有说大力的支持，因为他让加州州长说要干好你自己的工作，加州州长反呛要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他再也没说啥了。第二呢，就是那个国防部长只是说要求国民警卫队啊加强部署，没有讲别的。再就是国土安全部长那位诺姆，其他人没有发声。所以老川一看，除了自己的身边几个铁杆之外啊，大半个美国都成为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买卖啊不划算。实际上这件事儿也超出了他的预期，他高估了自己的总统影响力，也低估了美国民众对于威权者的这种抵抗的意志。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大概率啊，他会继续的后撤。他在想，当初为啥要搞这件事儿呢？把整个美国大半个美国成为自己的敌人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些人啊，比那个马斯克其实更好对付。他本来想转移马斯克爆料事件的影响，没想到跌到一个大坑里去。还有5天，我们将见证历史，看一下他将面对一个怎样的79岁生日。有任何进展呢，我也及时和各位通报。再次感谢大家，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的事儿。你也可以打开小铃铛，我的节目更新，你就会收到答案。如果你对这件事儿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再见。